50岁之后，到底谁是我们最亲的人？当你知道的时候，可能晚了。人生是一场轮回，追求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过程。人的一生大多需要经历这3个阶段，从懵懂无知到逐渐独立的成人期，从脱离父母到成家立业的独立期，从养育子女到归于平淡的空巢期。每个人的人生各有际遇，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从外界接触到的信息，逐步搭建了他独一无二的人生。有人问，人这一生到底谁才是最亲近的人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，有些人在幸福美满的家庭中长大，内心视父母为最重要的人；有些人遇见了和自己同频的灵魂伴侣，将其视为人生路上唯一的同行者；有些人对孩子投入了100%的精力，一心为了孩子操劳打算。然而，人生的路上总是会有遗憾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总是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内心悔恨却无法挽回，给人生徒增遗憾。人生不过匆匆几十载，一个人内心无论最在乎谁，关键是要学会珍惜，才不会在未来悔恨交加。这辈子谁是我们最亲的人？到了50岁，你可能就知道答案了。其实很多人都是。01，父母是最初陪伴我们的人。一个人从呱呱坠的到咿呀学语，父母是陪伴我们最多的亲人，他们给予了我们生命，同时无私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。父母是最初陪伴着我们的人，也是我们前半生的见证者。按理说，父母应该是孩子最依赖和信任的人，但是许多孩子内心却并不亲近父母，甚至非常抗拒父母的靠近。或许父母并没有给予我们充足的陪伴，但是他们却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，为我们负重前行。若是父母没有抛弃自己的责任，为人子女，即便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父母心生怨气，也要懂得及时与其和解。孔子家语中写道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一个人此生最大的遗憾，莫过于在幡然悔悟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后，又不得不接受自己无法尽孝的现实。父母安好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离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人到了50知天命的年纪，大多自己也为人父母，能够感同身受父母的爱，多一分理解和释怀，才能少一分遗憾和后悔。父母是我们最初的老师，他们教会我们如何走路、说话，如何与人相处。父母的言传身教在我们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无论我们走多远，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父母的影响始终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父母也会逐渐老去。当我们意识到他们不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，而是需要我们照顾的老人时，内心的感触是复杂的。我们可能会感到内疚，因为在忙碌的生活中忽略了对他们的关心；也可能会感到无奈，因为现实的压力让我们无法做到更多。在50岁这个人生的节点上，我们更能体会到父母的不易。他们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付出了青春和精力。当我们回首往事，看到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。我们应该学会感恩，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每一个瞬间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爱和关怀。02，伴侣是我们人生的同行者。在人生这场旅途中，我们会遇见许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若是有幸和一人相识相爱，内心必然会满足且幸福。婚姻乃人生大事，一段真正幸福美满的婚姻，少不了2个人灵魂的共鸣。唯有彼此相互理解欣赏对方，能够同频的交流，才能相互扶持，越走越远。巴菲特曾说过，伴侣是人生最大的投资。在选择伴侣上，如果你错了，将让你损失很多，不仅仅是金钱方面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会用心挑选自己未来的伴侣，多维度的去思考彼此是否合适，慎重的选择，专一的对待。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说过，在婚姻里不只有爱，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，不离不弃的默契和刻骨铭心的恩情。每个人都应该善待和自己最亲密的伴侣，莫要轻视对方给予的爱，肆无忌惮的去挥霍。爱你的人
会心甘情愿包容你的坏脾气。若你同样深爱对方，也要珍惜他的爱。一个人从婚姻到养育子女，伴侣可谓是最亲密的爱人，最贴心的伙伴，最知心的朋友。唯有互相珍惜，才不会辜负了这段难得的爱情。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。伴侣之间的关系需要用心经营，相互理解、尊重和支持是维系婚姻的关键。婚姻生活中难免会有矛盾和冲突，但只要双方都愿意为这段关系付出努力，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伴侣是我们人生的同行者，他们陪伴我们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。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，还是生活中的挫折，伴侣都会在我们身边，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陪伴，我们才能在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时更加坚定和勇敢。在50岁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，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与伴侣的关系。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我们更加明白，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延续，更是责任和承诺的体现。我们要用心去经营这段关系，让爱情在岁月的流逝中愈加醇厚。03，子女是我们后半生的期许。一个人生儿育女之后，会倾注自己全部的爱，抚育孩子长大成人的同时，也会有自己的期许。常言道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人生的某一个阶段，孩子几乎是我们的全部。很多人心中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，又或者不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，所以稍有不慎就让孩子离自己越来越远。有些人思维固执，认为孩子就是自己的全部。然而，这份爱密不透风，让孩子喘不过气。长大之后，只想着远离父母。要知道，父母和孩子之间本就存在着误会和矛盾，毕竟双方都是第一次担任这个身份，同样处于学习和了解的阶段。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心中的梦想，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给予建议。但最关键的是要培养孩子自我选择的能力，毕竟父母终究不能陪伴孩子一生。孩子未曾看到父母的辛酸经历，也难以深刻的理解对方唠叨中藏着的爱。多一分体谅，少一些尖锐，亲子之间的关系才能稳定。孩子看不到父母的前半生，父母亦看不到孩子的后半生，学会包容和理解，永远是调和彼此关系的最佳选择。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，他们承载着父母的希望和梦想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父母心血的结晶，无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，父母都会无条件的支持和爱护他们。正是因为有了父母的支持，孩子才能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和勇敢。在50岁这个人生的阶段，我们更加明白，子女是我们后半生的期许。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作为父母，我们要学会放手，让孩子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同时也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鼓励。04，朋友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同行者。在人生的长河中，除了家人，朋友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们如同旅途中的同行者，与我们分享快乐，分担忧愁。朋友之间的情谊，往往是在共同经历中逐渐深厚的。古语有云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选择朋友，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一个真正的朋友，会在你成功时为你鼓掌，在你失败时伸出援手。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成功而嫉妒，也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离弃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我们会遇到不同类型的朋友。童年时的玩伴，青春期的知己，成年后的合作伙伴。每一个阶段的朋友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些朋友可能会渐行渐远，但那些真正重要的朋友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。朋友之间的相处需要真诚和信任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对朋友的关心和问候，但真正的友谊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漠。偶尔的一通电话，一次聚会，都能让友谊之树常青。05，自己是人生旅途的最终归宿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。自我认知和自我成长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。50岁之后，
我们更加明白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才是最重要的。自我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从小到大，我们不断的学习新知识，积累经验，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但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自我认知则是一个更加深入的探索，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是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。只有真正了解自己，我们才能更好的与他人相处，更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。在人生的后半段，我们更加注重内心的平和与满足，不再追求外在的物质和名利，而是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幸福。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接受自己的过去，珍惜现在，展望未来，是50岁之后的重要课题。结语：50岁之后，我们逐渐明白，人生中最亲近的人不仅仅是家人，还包括朋友和自己。家人给予我们生命和爱，朋友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，而自己则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更加珍惜与家人、朋友和自己相处的时间，学会感恩，学会珍惜，学会自我成长，是50岁之后的人生智慧。愿我们在这条漫长的旅途中，能够与最亲的人相伴，走过风风雨雨，共享人生的美好时光。